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智财小站，我是老岳。这几年，全球的资本、人才、算力和能源都在往 AI 里挤。大模型、GPU、数据中心、云厂商、AI、Agent、自动驾驶、具身智能这几个词几乎占满了整个科技叙事的中心位置。这种投入强度在人类科技史上确实很罕见。它有点像电力、互联网、蒸汽机刚出现的那几年，大家都知道这东西会改变世界，但没人完全知道它最终会怎么改变世界。所以说 AI 是第4次工业革命，我觉得不算夸张。可也正因为其中的这么厉害，另一种声音跟着出来了，人类是不是把科技树点错了？该治病的，该解决能源的，该管气候的，钱和人是不是都被抽走了？我今天就回答这一个问题。AI 现在配不配得上第4次工业革命这个说法？人类的科技资源是不是投错了方向？我的答案分成2半。技术这一半 ，AI 确实已经显示出通用技术的潜力，但有3件事得分开看。技术能力强是第一件，这项技术已经完成了一场工业革命是第2件，社会因此普遍变好，投资因此普遍赚钱是第3件。这3件事不会自动连在一起。今天整期要讲的就是它们中间断在哪儿。科技树这一半，我的判断在中间，没点错，但点得太猛、太集中、太功利。我用的判断标准是这样啊 ，AI 有没有资格叫第4次工业革命，要看它是不是持续改变了各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并且把效率提升变成了更广泛的生活改善。后半句是我自己的价值判断，不是经济史的公认定义。我愿意把它当作最终标准，你可以不同意，但下面的推理都建在这上面。那什么样的变化才配叫工业革命？如果按爆款产品算，那每隔几年就来一次。前3次工业革命真正留下来的东西，本质上都不是某一个产品的革命，而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蒸汽机让工厂制度成为可能，电力推动了大规模制造和现代城市，互联网大幅降低了信息流动的成本，改变了商业、社交和全球协作。所以 AI 如果真的是第4次工业革命，它改变的也不只是聊天、画图、写代码，而是知识如何被生产，经验如何被复用，科研如何被加速，组织如何被管理。因为 AI 不是一个单点技术，它更像一种通用生产工具。它可能改变的是信息处理方式、知识生产方式、软件开发方式、科研协作方式、组织管理方式，还有内容创作方式。落到具体的画面上，大概是这样几件事：医生借助 AI 更早发现癌症，老师借助 AI 给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科学家借助 AI 更快筛选药物分子和新材料，小公司借助 AI 拥有过去只有大公司才有的研发和运营能力，普通人借助 AI 降低学习门槛，提高创造能力。这几件事如果真的发生了，那 AI 就是在改变社会。我说的是如果，这些眼下多数还是方向，不是已经普遍兑现的现实。后面我会讲一个已经落地的具体例子， AI 把科研探索里的某一段成本降了下来。前面说 AI 像一种通用生产工具，这类工具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名字叫通用技术。够不够得上，有3条判断标准。第一，它能进入很多个互不相关的行业，不是只服务一个场景。第二，它自己还在持续变好，没有停在原地。第3，它会带动一大批配套创新，逼着别人重新安排自己的流程和组织。第3条最容易被忽略。我举个例子，工厂通上电，产量并不会第2天就上台阶。早期的工厂是围着一根主轴转的，一台蒸汽机带动主轴，皮带从主轴分到每台机器上，所以机器必须挨着轴摆，厂房还得盖成多层，谁离动力近谁效率高。换成电以后，每台机器可以自己配一个电机，车间就能按工序重新排，厂房可以盖成单层，物料顺着流程走。可这些不是买几台电机就能实现的，得重新盖厂房，重排流程，重新培训工人和管理者，还得有人愿意承担改造期的成本和风险。真正的产出提升来自这一整套改造，不来自通电本身。这对投资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项技术从被证明有用到普遍赚到钱，中间可能隔着很多年的配套改造。技术会改变世界，和现在所有沾边的资产都值得买，是两句不同的话。而且早期投入最多、声音最大的那批公司，未必是最后收到钱的公司。那按这3条标准看， AI 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前2条我认为基本成立。渗透这一条， Stanford AI Index 2026汇总的调查显示，2025年受访的组织里， 88% 报告自己正在使用 AI， 70% 至少在一个业务环节用上了生成式 AI。 这是受访样本，不代表全球所有企业，但方向很清楚，它已经进了很多互不相关的行业，不再是几家科技公司自己玩的东西。至于它自身还在不在变好，这2年大家都看得见，我就不多说了。问题出在第3条，组织重构。同一份报告里， AI agent 在绝大多数业务环节的部署比例还是个位数。这个数说明，把一整段流程交给 AI 自己跑完，自己对结果负责，眼下还在很早的阶段。现在更常见也更成熟的用法是人和 AI 一起干活， AI 写个初稿，查份资料，生成一段代码，人再来确认，责任还在人身上。你看，这就有点像刚才那个工厂，电通上了，机器还按老位置摆着，效果的分布也不均匀。目前提升比较明确的是客服和软件开发这类任务，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点，问题结构清楚，结果当场能核验。客服的问题大多有标准答案，答得对不对，用户和主管马上知道，一段代码跑不跑得通，编译器和测试直接告诉你。反过来，那些需要跨部门协调，需要有人担责任，错了几个月后才发现的工作， AI 就很难直接接手。同样一个工具，在熟手和新手手里效果也不一样，熟手更清楚该让他做什么，也更容易看出他哪里答错了。新手能拿到一份自己原来写不出来的初稿，但未必分得清里面哪句靠不住。谁提升的更多，我这里不下结论，它更可能取决于任务本身好不好核验，结果有没有人把关。还有一个数字得说清楚，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估计是全球大约1/4的劳动者所在职业对生成式 AI 有某种程度的暴露。这个数经常被读成1/4的岗位要消失，那是误读。暴露的意思是这份工作里有一部分任务 AI 能做，而多数职业还需要人的判断和责任，所以更常见的结果是工作被改造，人还在，但每天做的事变了。另外，我自己以前有一句话说的不够准确，在这儿修正一下。我原来写的是，过去机器替代的是体力，现在 AI 开始替代部分脑力，这就是它最吓人的地方。这个感受我到今天还是这样，但事实上得补一句，过去的机器也替代过脑力劳动，算盘换成计算器，排版工人换成排版软件，手工记账换成表格软件，这些都是脑力活，很早就被机器接过去了。这一轮真正特殊的地方是生成式 AI 直接进到了语言、代码、分析和知识生产本身，而这些原来被认为是最难交给机器的部分。所以我的结论是，跨行业的进入已经发生，全面的组织重构和长期的生产率扩散还在路上。说 AI 具备革命的潜力，比说革命已经完成要准确得多。技术这一层先放到这儿，就算它以后全部兑现，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效率提高了，好处会落到谁身上？所以 AI 最大的争议其实不在技术，而在分配。技术会提高效率，但效率提升后的果实怎么分？是让普通人工作更轻松，教育更公平，医疗更便宜，还是让公司利润更高，岗位更少，贫富差距更大？这2组结果都有可能出现，走向哪一组，都不需要技术再往前进一步。我举个例子，这是假设，不是真实公司的数据。一家客服公司原来有100名员工，上了 AI 以后，同样这100个人每天能多处理一部分工单，多出来的这部分价值可以有好几个去向，可以让这100个人每天早点下班，可以给他们涨工资，可以把服务价格降一点，让客户受益，
也可以什么都不动，全留在公司利润里，明年不再招人。技术本身不决定往哪个方向走，同一个效率提升，这几种分法都说得通。真正决定的是企业怎么安排，有没有给员工转岗培训，劳资之间怎么谈，公共政策怎么定。国际劳工组织和 IMF 的研究基本是这个口径，岗位最终是被增强还是被挤压，收入分配是变平还是变陡，取决于制度安排，不由模型能力单独决定。IMF 还提到2个方向都存在，如果生产率收益足够大，多数人的收入也可能被推上去，但如果 AI 主要增强的是本来就高收入的那部分人，同时资本回报上升，差距就会拉大。所以效率提高和生活变好中间隔着很长一段路，这段路上会发生什么？我举3个方向，都是风险情景，不是必然结果。一个公司用 AI 提高了效率，最后可能不是员工少加班，而是裁员降本，再把活压到剩下的人身上。一个平台用 AI 生成更多内容，最后可能不是人类更有智慧，而是信息污染更严重。机器批量生产的东西把真正有用的内容盖住。一个国家 all in AI， 最后也不一定就是医疗和教育更公平，也可能是监控、军备和技术垄断更强。所以 AI 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用，而是它服务谁，它替代谁，它剥夺谁，它增强谁，这才是关键。在我看来，第4次工业革命应该是人类整体生活变好了。我再说一遍，这一条是我自己的价值判断，不是经济史的公认定义，否则就会出现一种很讽刺的局面：模型越来越聪明，人越来越焦虑。焦虑不完全来自技术本身，也来自人不知道自己站在这条分配链的哪一端。前面讲了这么多风险，不是要唱衰 AI， 我不反对 AI， 恰恰相反，我认为 AI 非常重要，但越重要的技术越不能只交给资本和商业竞争来定义。AI 如果只是帮助少数人赚更多钱，它的历史意义会被打折。如果它能帮人类解决药物研发、能源效率、教育不平等、老龄化、气候治理这些长期难题，那它才真正配得上第4次工业革命这个说法。AI 很重要，但 AI 不是人类唯一重要的事。对投资来说，这一段的意思是社会有没有普遍受益和利润首先落在哪一层是2个问题，不能混着打。还是刚才那家客服公司，它省下来的成本一部分要以订阅费的形式付给模型公司，一部分要以算力账单的形式付给云厂商，还有一部分要付给做集成和数据的服务商，剩下的才是他自己的利润。同一件事，链条上每一层拿到的比例完全不同，所以判断一个 AI 机会，得先问清楚谁付钱，谁省下成本，谁拥有模型、算力和数据，谁最后能把收益留在自己账上，而利润落在哪一层，又会决定下一笔钱往哪一层投。哪一层被看到真的把钱留住了，新的资金就往哪一层挤，钱就是这样一轮一轮集中起来的。所以接下来要问的是，这种集中有没有过头，科技树到底有没有点错？不能说完全点错，但明显有点失衡。很多领域的重要性一点不比 AI 低，但他们拿到的资本热度、媒体关注和人才流入远远不如 AI， 这是相对的倾向，不是说那些方向已经没人投了。资本这一侧的数据是 Stanford 的 AI Index 2026显示，2025年全球企业的 AI 投资增长超过1倍，其中私人投资同比增长 127.5%。这个数能支持的判断是资本正在很快的向一个方向集中，它不能支持的判断是全球所有的科研资金、人才和能源都进了 AI， 那是另一回事，这份数据也证明不了。能源这一侧我想给一个平衡的数字，因为这块特别容易被两边夸大。按亚 EA 的口径，2024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大约415 TWh， 占全球用电的 1.5% 左右。在它的基准情景下，2030年大约会到945 TWh， 占比略低于 3%。 两个方向都得看，6年翻1倍多，增速确实很猛，但全球占比仍然不到 3%， 所以说 AI 吞掉了全球能源，这话站不住。真正的压力在局部，数据中心是扎堆建的，
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那里的电网接入、变电站和排队时间是实实在在的瓶颈。还有2点别忽略，数据中心不全是 AI 在用，2030那个数是情景预测，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那为什么钱这么集中的往 AI 走？我觉得不用讲成阴谋，讲成激励就够了。AI 有几个特点特别适合资本市场：想象空间大，边际复制快，商业化路径短，估值弹性高，赢家通吃的预期强。软件多复制一份的成本很低，市场可以往全球扩，从产品上线到看见收入的周期也短。而医学、能源、农业、气候这些领域周期长，监管重，失败率高，回报慢，很难让资本在短期内兴奋。举个例子，一款新药从早期研究走到上市要很多年，中间要过好几期临床，每一期都可能失败。一旦失败，前面投进去的大量成本很难收回。而很多软件产品上线以后，能在短得多的周期里试出有没有人用，愿不愿意付钱，同样一笔钱，同样一个基金经理，被后者吸引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不是人类不需要那些东西，而是资本更喜欢 AI 这种东西。这就是现代科技树的真实逻辑。这句是我的解释，不是谁的定论，不是哪里最能提升人类福祉，资源就流向哪里，而是哪里更容易形成垄断、利润和估值，资源就流向哪里。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科技树确实有点被资本函数优化了。所以问题不在于 AI 不值得投入，作为一个长期的技术方向和社会投入方向， AI 值得。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科研资源如果只按短期估值和利润兑现速度来配，那些周期长但对人类同样重要的方向就会长期缺钱缺人。这是失衡，不是点错。这里我还得补一句，免得被误会，值得作为长期方向去投入，和现在买入某只 AI 相关的股票能不能赚钱是2个层面的事。公司能不能把好处留在自己账上，价格有没有把后面好几年的增长提前算完，这2问我放在最后一段讲。那什么样的结果才能证明这棵树没有白点？也不能简单说 AI 的投入就是浪费。如果 AI 最后能反哺科研，它反而可能成为其他领域的加速器。比如 AI 辅助药物研发， AI 加速核聚变模拟， AI 提升农业育种效率， AI 改善医疗诊断， AI 提升教育的个性化。这5件事眼下多数还是方向和早期尝试，我不能说他们已经大规模兑现了，但已经有一个具体例子能说明 AI 确实把科研探索里的一段成本降了下来，就是 AlphaFold。DeepMind 和 EMBL、EBI 一起把超过2亿个蛋白结构预测公开放进数据库，全世界的研究者都能查。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这之前，想知道一个蛋白长什么样，主要得靠实验去测定，而实验测定往往很耗时间，也很花钱。现在研究者可以先在电脑前拿到一个预测结构，用它把要验证的假设范围缩小，再决定动手做哪一个实验，值不值得做。它把科研探索的起点成本降下来了，而且是对全球开放，不是只给几家大机构用。前面讲的科学家更快筛选药物分子和新材料， AlphaFold 只落在最前面那一步，拿到结构预测这件事变便宜了。至于筛出来的分子和材料能不能成，还得靠后面的实验、临床和工程去定。这一步没有因为 AlphaFold 就跳过去。边界也得说清楚，这些都是预测，不同区域的置信度差别很大。官方的免责声明写得很直白，不能当医学建议、诊断或治疗依据，也不替代实验验证。所以它给的是一个更便宜的起点，不是现成的结论。拿开头那条标准来对 AlphaFold 就是科研这一行里的具体例子。它改变了研究者在结构这一步上组织工作的方式，也把这份便利公开给了全球的研究者。这就是我认可的正面标准。反过来说，如果 AI 只是让广告更精准，短视频更多，客服更便宜，程序员更卷，那它对人类福祉的提升就很有限。但如果 AI 能成为科学发现的工具，帮助人类更快突破医学、能源、材料和气候这些问题，并且真的跟实验室、医院、学校、电网这些真实机构接上，那它确实可能配得上第4次工业革命。回到投资，
判断一个 AI 机会，至少得分3层，问3层不能互相替代。第一层，这项技术是不是真有用，能不能进入很多行业？第二层，这家公司能不能把好处收进自己口袋，还是被上下游和竞争对手摊薄了？第三层，当前价格有没有已经把未来好几年的增长提前算进去？技术很好，但公司收不到钱，或者公司确实在赚钱，但价格已经透支，这2种情况下，看好技术和现在买入仍然是2回事。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AI 有资格去竞争第4次工业革命这个称号，但今天仍然是一个有条件的判断，条件就是它继续进入更多行业，推动组织方式真正重排，并且把效率变成更广泛的生活改善。至于科技树，我更倾向于一个中间判断。AI 不是人类点错的科技树，但人类现在点得太猛、太集中、太功利，它像一把非常锋利的工具，用得好可以加速医学、能源、教育、制造和科研，用得不好就只是让少数公司更赚钱，让普通人更焦虑，让社会更不平等。以上是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